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已经很久没有拍开箱视频了，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拖更。今天我们就来慢慢补回来。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就是之前我个人觉得评价也是非常不错的，来自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星球大战3：西斯的复仇》当中的达斯西迪厄斯1:6的可动人偶这一款的话怎么说呢？相较于之前的西迪厄斯这次的头雕真的是让很多玩家都非常惊艳毕竟这一个角色在星球大战的粉丝当中还是很有分量的，毕竟是黑暗势力的标志性人物。OK，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传统的星球大战的一个分会，然后本次的这一颗标志性的头也是放在上面，这次只有这一颗如果你之前买过上一款的西迪厄斯的话，有2个双摆，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编号是 MMS745。OK， 我们把它给抽开来看一下众所周知Hot Toys 公司对于这种非人类的面雕把控一直是没有任何的毛病。里面的一张峰会纸可以看到释放原力还有它的光剑整颗的这个面部真的做得很不错。我们看看实物究竟怎么样抽开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本次的内容物东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我感觉配件跟之前的那几款区别不是很大不知道这次衣服材质有没有往上提升包装一共2层实际上也就1层因为它地台呢在下方就这么少的一些东西，手型原力释放的一个手型，然后光剑然后传统的这个尿袋还是在上面的。OK， 我们外包装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次的主体究竟有多么的惊艳。好了，本次西迪厄斯的主体我们就拿出来了。拿出来的时候，这颗头雕确实让我非常的惊艳我个人觉得这个头雕已经是完美复刻演员饰演的这个达斯西迪厄斯，特别是人偶苍白的脸上一些皱纹，然后老化的痕迹，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的细腻。我们来看一下，近景看一下这颗面雕包括这一颗眼球，最让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它的牙齿。我们可以看到近距离的看这颗牙齿的话，都是每一颗都涂装的非常的精细。唯一我觉得稍微我觉得是 HT 工艺还可以做得更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胶发，特别是侧面这一块这个胶发我觉得还是稍微略粗糙了一点然后它这个发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动眼它还是选择了从后脑勺去调节这一点这个发缝的话处理的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我觉得像以往的这个惯例我觉得如果这一胶发往上稍微多出来几根，然后再去后面合上的话，会很明显的可以去掉这一点，这一点是稍微比较可惜的。但总体来说，这一颗头非常非常的完美。我个人觉得是至今为止西迪厄斯1:6里面这一颗非常的漂亮特别是这一个阴森的这个笑容我觉得已经把角色的这一个凶狠跟狡诈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了，已经是9分了。特别他这次也是给到了一个可动眼的结构，让你的这个视线跟把玩更加的生动也更加的有表现力。头雕的插拔方式依然是这样去拔掉的，我这里有一个防剐蹭的，没有去给它去剥掉。整体这个头还是非常牢的，我刚试了一下没什么，要挺大的力气才能拔掉。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脖子上的这些
纹理也是做的非常的不错，整颗面雕啊都是，反正我个人觉得是9分的作品了，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往下来看一下它整个衣物啊，衣物的话，我觉得跟电影当中呢相似度还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可以在旁边的照片当中来看一下，呈现一下这个对比，特别是头雕，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衣物的缝合，我觉得包括这个咖色的这个外袍，特别是这个黑色绒布啊，这个做的胸前领扣这个位置出来这一圈摸上去都非常的舒服，我觉得材质啊还是非常的可以的，而且也没有说摸上去很厚，造型铁丝它有给你做到，特别是这一块下摆都是做到的，螃蟹手也是没有的，帽兜依然啊也是有造型铁丝在上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胸部的这个扣，也是细节做的挺不错的，就稍微有点歪啊，这个自己可以调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内部衣物，啊，这件小，我觉得小秋衣吧，我称之为它小秋衣啊，是有一定的弹力的，啊，里面也有一点填充物，素体里面啊可以摸得到，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这个靴子，哎，我觉得这双靴子的话也是啊，做的非常不错，摸上去质感也是可以的，但应该不是真皮啊。这个时间长了会不会爆啊？这一点就不知道了。但是据说啊，现在 HT 对于这种皮质的这个制作啊，都是比老款的会好很多。里面这个秋裤依然是非常厚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啊，整个衣物你不会感觉它非常的厚啊，我觉得还是版型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袖口这里啊也是有黑绒毛，整体的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型方面啊，手型的话也是啊做的非常的不错，特别是指甲这里啊细节啊细看也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因为它这个袖口啊里面这一层啊会比较长，所以关节暴露的问题也是完全的避免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致的可动啊，头部依然如此啊，左右，因为它是脖头一体的，所以相对来说啊，跟其他的会有一些些的可动小差距，但总体来说你还是够用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手臂，因为它这个衣服呢比较松啊，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像抬手啊，这颗头啊，我越看越有点阴森啊，特别是晚上看啊，手臂往前抬啊，幅度也是有一点的，但不是特别大啊。在我普通的这样去摆动的时候啊，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有点回弹，就是正常的把玩，差不多这样的角度也已经够了。实际上它还可以更大。手肘部位，哎，到这样也是非常不错的。往后辅助也有，手臂的话呢，一样有前倾的一个关节在里面。然后我们看一下胸腰可动，因为里面的衣服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厚的啊，所以我感觉可动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小经验啊。哦，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有点回弹了。往后也是，左右幅度不大。侧身我来看一下啊，幅度也是比较小的啊。本来皇帝我印象当中啊，战斗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腿部的可动。腿部可动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它这个毛裤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紧啊。前踢没问题，后踢没有幅度。劈叉，哎，它贴心的给你这个裆啊，开了2个口，哎，你在做劈叉这个动作的时候，哎，不会去把它给弄破啊，它提前给你开了，还是说它本来就破了？这我还真不知道啊，因为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脚，哎，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样啊，在鞋子这方面，因为是一体的，所以它的可动的话呢，也就这么一点。前后的幅度不是很大，而且这种材质的鞋子啊，你长时间就这样的话会有折痕，所以我也不大建议。整体的这个接地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你随便站立没有什么毛病。
整体感官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把帽兜戴上，在某些灯光打的时候，更加的亮眼啊。整体效果，我觉得这一次的西迪厄斯这个主体我把玩下来非常不错。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可动眼，你在不用辅助工具也可以去调它，来试一下因为相对来说它的眼球不是特别松可摆的这个幅度也是非常大没有什么问题这调节了可动眼以后皇帝这个眼神更加的阴森，这个表情非常不错。总体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一款作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了，配件方面的话呢，就全部在这里了，东西也是不多跟前几座的皇帝配件实际上大差不差。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书，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对不对？背后的后脑勺磁吸，这边斗篷帽兜的这一个调节下方就是尿袋的一个安装方式，光剑然后给了你一个官方的一个造型。好，然后手型对应这里也都有然后尿袋也可以插在支架上，这大家都知道然后一个拖裆支架然后又是一个造型，就这么一点东西。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映入眼帘的这一个太眼熟了入魔安纳金然后直发的普通版的安纳金都是这个地台就是把顶部的这个卡纸这个换了一张贴纸贴上去而且它也没有一个灯效在里面也是没有的，没有发光结构但总归来说比之前星战的这个经典时尚小垃圾那个地台长条的那个好很多，对吧？好，然后光剑的话呢，也是给到了常规的2把。好，然后这边也是给到了一个发光和一个普通的2把光剑。HT 对光剑的一个刻画，我一直觉得非常不错实际上你初看的话，合模线也不会非常明显，而且你本来就拿在手上的嘛。然后亮灯结构依然是通过尿袋的安装给它扣上去，但实际上它这个不是特别的牢固然后你需要一个可以让它发光的充电宝外加或者是电源线，亮度还是非常亮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个尿袋的一个发光都差不多，然后里面的气泡的话呢，到现在也还没有攻克依然是这个样子，亮度非常可以。好，然后可动眼的调节器我基本上从来不用，都是自己直接用手去这样抠它。然后到这里一个夹在支架上的，一个是夹在主体上的。好，接下来就只剩下手型了。手型实际上给的也不是很多如果去掉这2个特效的一个手型的话，实际上就给到了1对、2对、2对半主体手上那一对，对，3对半嘛。然后可以看到首先捏光剑的一个手型也是做的非常不错。好，然后这一对手掌里面的这个细节刻画也是做的很到位这一对 HT 做这种老人的这种手型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一个特效手型跟之前的实际上差不多，只是把涂装给换了一下手部的这个涂装，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个人觉得这次这个皇帝实际上做的是非常不错的，但原价我记得是1680，但是现在这个二级市场价格好像已经跌破1000了，我记得没错的话，900多都有这一点也是让我比较费解。不过我个人觉得星战的产品，包括现在植发的安纳金也是从高一直在往下，其他角色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OK，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老李头开箱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于这一款产品，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是星战迷的话，这一款我觉得是不容错过的，好吧？OK，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